子人，所以沿着太湖流域这一块，江苏、浙江的杭州，就是杭州和江苏这一片，是一个鱼米之乡，是一个国家粮库的保障。所以他在这个地方设这个织造局，除了为宫廷办事以外，刚才我前面提到的朝府提到的报雨水这个折，这个折都是每一个点上面这个织造局不停的、不断的、按时的要向宫廷上书当地所了解的风土人情、灾害管理、水利灾害等等等等，包括官员是不是有不当的地方是否清廉，都通过这条线，有点像国安局这条线的，要不断的向宫廷汇报，让皇帝要掌握这些地方政府这些官员们在做什么，有没有危害国家的利益，有没有贪腐的情况他们是这种功能这个我们就要顺便说但是在康熙时期，刚才我提到的御窑厂宜兴刚才我们讲过了在这个紫砂上面加珐琅。广州粤海关在最初我们内讲的时候就讲到，粤海关主要是提供哪些烧造珐琅的工匠比较优秀的，提供给宫廷烧制铜胎花珐琅、瓷胎花珐琅、料胎花珐琅和烧制珐琅的这些工匠粤海关也参与的。那么再一个就是江南织造局。从江宁织造局的曹家奏折中可以看出，至迟最迟在康熙58年至康熙59年，这个织造局也参与了研制瓷胎画珐琅的工作。可想而知康熙帝这个人做一件事情，他的这种执着是非一般人所想象的。同时他利用自己的权力，调动全国最优秀的资源来做这件事情，这个还是很厉害的尤其是他的执着，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这个呢是我们要给大家讲的，当时参与方有多少这等于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动员一切力量，把这个外国的东西把它整明白，把外国的东西变成我们中国的东西，就是我们的标题叫扬为中用。我们怎么把它中用起来这一点呢，这个康熙帝这一点还是非常了不起。他这种海纳百川的这种胸怀和这种立志要做成一件事的这种精神是非常可嘉的非常可嘉的。那么为了确保制作的质量，造办处珐琅座调动全国最优秀的资源，选择优良的瓷土和技术高超的工匠这就是开始使用的权利了。在制作器物时，精益求精，一丝不苟，一般均采用仅在器物的内部和圈足内施白釉，晾干后先入窑烧制的办法，形成器物外壁干涩无釉的色胎，就是我们市场上经常讲的，俗称叫反瓷，我们专业的说法呢叫色胎那么用这种东西呢来以备彩绘这种方法这个我见到我们很多的专家学者在写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这么写的，说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内外施釉，然后呢晾干以后把外边的釉再把它去掉，就是旋批的时候把它旋掉，然后放到炉子里窑里边去烧，烧完以后呢形成外边的色胎，里边的白釉，还有圈轴里边的白釉。那么这种做法呢，有些学者呢他不认可，认为这种做法呢其实是多此一举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瓷器当它在烧造到这个2次氧化以后，它会通过吸晶、晶型转变、液相分离这么一个程序。那么在晶型转变和液相分离的过程当中，这个虽然我们讲表面的釉被旋销掉了，但是当时的釉在吸附的过程当中，其实你旋销的这个表面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并没有旋销掉
那么通过这个晶型转变、液相分离，有一部分呢和胎里边的二氧化硅相结合，填充了胎里的空隙，使这个胎更加的物理强度加大。但是另外它还有部分呢，它会渗透到这个器物的表面，尽管看起来是光色了，但是实际上它把表面的这些干涩的毛孔全都堵上了，实际上表面还是很光滑的。这样对于使珐琅彩还并不是那么有利，所以他们认为我们元代的时候就采用了甩釉的现象，这个元代人都会用。那么到了清代，这种方法传统的技法已经非常的纯熟。那么这种方法是怎么做呢？就是在那个快轮当中旋转的快轮当中，把碗放在它的中心点。那么当这个快轮旋转到1分钟138转的时候，舀一勺白釉往碗里一浇，利用这个快轮旋转的这种旋转力、离心力，把碗里多余的釉甩出去。这是第一。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是釉比较的均匀的吸附在这个器物的表面。第二个作用，利用这个离心力，使本来比较毛躁的这个表面，被它旋转的这个离心力，使本来表面的釉被这个力往里边推进，把釉吸附的更服帖、更深那么这个旋转其实就起到了这个功能，应该说是很成熟的，用不着外边施了釉再把它旋掉这是两种说法当然这是在细节当中的，这个我们不去管它了。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要清楚，在色胎上加低温色釉的这种技法，告诉大家是从明代嘉靖开始的并不是清代人发明的这个我们学鉴定的人一定要搞清楚，是明代嘉靖开始的。明代嘉靖以后，这种技法一直延续到清代官窑是这样，民窑也是这样。所以我们注意康熙时期的黄釉我们注意它上的那层釉，我们国产的这种黄釉是用3阳花铁的，对吧？那么它是清澈的、透明的。大家做一个有心人，你们以后看到康熙的那种黄釉，你拿在手上，你一看，就可以通过表面的黄釉很清晰的看到底下的旋劈痕，就说明什么呢？当时是先做色胎后加黄釉的这就是非常清楚的这种工艺方法。我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这种工艺方法的源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好，那么这种说法呢，这两种说法我们不去管它了。如果要论证它也可以，将来可以做一个复古实验，来通过实践来证明哪一个观点正确。今天我们在这儿只是讲一下从理论上去阐述它一下，让大家知道这种方法其实有很多种，并不是一种这个也是为了丰富大家的专业知识吧。另外呢，这个我们还发现一个什么呢？这是我们过去老一辈还专门给我们强调了，这个器物的外沿口有意识的保留1毫米的白釉边。我们一般看到这种器物本身就很少那么能够上手的机会就更是少之又少。我这儿特别强调，这是康熙，不是雍正我特别强调，这是康熙会出现这个现象。白釉，刚才我们讲过了，白釉外边色胎里边白釉，但是它这个白釉的边上，它有意识的让这个白釉多一点点出来，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考虑到珐琅彩它是有厚度的，如果你留了这么一点点厚度以后，你当这个珐琅彩全部上满了以后，它的厚度正好把那个边给填平，这样的话，这个口沿弥合的非常好了，既可以使用，又有利于观赏，一举两得这个工艺呢都是非常细小的我们过去呢没有机会这个去观察的这么细，而我们过去老一辈观察的非常细致，把这个经验呢流传给我，所以我也把这个得到的这些知识呢，也是告诉我们镜头前的所有的想学习康
康熙珐琅彩鉴定的朋友们，雍正没有啊，只有康熙这一朝有，而且短短的只有几年的时间大概一个手指头差不多吧，一个手掌这么几年之间，别的时代是没有的啊。那么，所以这种工艺的细节地方呢，希望大家以后要认真去观察。那么这种瓷胎啊，由于它的特性，比铜胎的质地呢，它细腻、洁白，这个胎体呢，它的透光性能又比较好。这个通过这种透光，映衬了材料的艳丽的这种光泽。那么这样的话呢，不管是捧在手上啊，还是陈设在那里，这个整体的效果远远超过了铜胎画珐琅和紫砂加珐琅，非常漂亮，玲珑剔透，就像在白玉上又加了彩一样，啊，非常的华丽。所以呢，这种技艺啊，深受清宫皇室的青睐，倍加的珍惜啊，这就是我们讲这个烧造的过程当中啊，有这么多的方方面面都参与了这个瓷胎画珐琅的制作过程。这个在我们之前的很多的这个珐琅彩的讲座呀，或者是授课的过程当中，没有人讲到这些的，没有人讲到这些的。所以在这儿呢，一定要强调一下，大家一定要记。那么这是我们讲到的它一个的发展的过程和参与的方方面面。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一定要强调的是什么呢？珐琅彩的制作，我们要明确的是它主导者是谁。刚才我们前面也提到了，这个主导者是康熙皇帝啊。在康熙皇帝亲自的授意和指导下，创烧出来的一个新的瓷器的品种，这在中国陶瓷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因为我们尽管讲，我们历史上有很多帝王关心甚至指导，但是没有像康熙皇帝这样的包括底下的雍正皇帝也是这样也是这样。那么同时为了便于研制珐琅彩瓷，将珐琅彩瓷瓷胎烧造与绘彩烘烤分两地进行。那么这种做法呢，其实严格的讲这个完全是出于一种无奈，因为我们不可能在清宫里边再架一个烧瓷器的窑，而且这个清宫也不具备这种条件，也不具备这个材料所以呢，所谓的分两地进行呢，实际上是一个无奈之举。因此我们景德镇御窑厂负责烧造瓷器，白釉瓷器，而清宫紫禁城架起小窑负责烘烤成品。当然这里边还有不可或缺的有一个环节，就是我们造办处承揽的一些设计者、一些画家一些烧彩的工人和烧炉的工人，这是造办处必须要把这些人要聚集在一起，在宫廷里架窑的时候，这一段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阶段，这个程序是不能少的。少了这个程度，这个程序的话，那么珐琅彩是不存在的，因为它没人加彩，怎么烧那么这个就可想而知这个当时呢是属于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一来呢，是因为我们讲这个分两地烧一个是御窑厂负责烧瓷器，二来呢就是这个进口材料呢非常的昂贵非常的稀缺。每一次从欧洲船运过来，这个数量是极其有限的，它不是来1吨，来2吨，它只是多少块儿。你想这个一块儿能有多大？是不是数量非常有限，所以呢，这个造办处要严加控制。这个造办处是遵循谁的旨意呢？实际上是康熙的旨意。所以这个第一条是因为材料稀缺，太昂贵。第二个呢，将珐琅彩作从如意馆
移至养心地造办处管辖。本来按道理珐琅座应该放在如意馆来统管的，哎，不行，这个呀，要把它移到这个养心殿来，归造办处管辖。这可想而知啊，这个放到这个地方来，实际上就离皇帝办公的地方就非常近，以便皇帝啊随时可以亲临巡视、监督。就是我经常要看一看你做到什么程度了，烧的好不好啊？哪个地方还需要修改啊？这个呢就可见当时啊康熙帝对他的重视程度。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第三一个呢，他这个管理者都非同一般，除了皇子和亲王，康熙年间管理养心殿造办处的是皇长子云提。啊，这是康熙的皇帝啊，这个长子云提，并且呢还有外国的技术人员啊，进行严格的把关。那么在这种严苛的管理制度底下，简约粗糙的东西显而易见是很难获得通过的。所以刚才我们讲的这个那个几件康熙的东西，仿的那种样子，那种水准，你现在送到这个地方来。又给皇帝看啊，又给这些专业技术人员来看，你说这能过得了关吗？显而易见是不行的啊。所以我在这儿呢讲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为什么啊？我们前面讲到这个造办处啊，为什么会放到武英殿、养心殿、慈宁宫、圆明园？为什么要跟着皇帝的活动场所变化而变化呢？原因其实刚才我已经给大家讲了，就是在于皇帝要亲自来监督，亲自来管理啊。这个不是你随随便便张三李四可以随便的，而且经常要来巡视的。我住的圆明园，你在养心殿，这多远啊？我回来看一趟，我还得骑着马也好，坐着车也好，啊，这个车马劳顿，这个人太累了。啊，所以我皇帝到了圆明园，你把这个小窑就给我搭到圆明园里边去，啊，就变成了这样。所以我们最早给大家提啊，随场所变化而变化，这个我自己也当时也感到很奇怪，怎么是这样？那么我们到了后来慢慢理以后，就发现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啊，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关键是什么呢？关键就是因为皇帝太重视了啊！你想皇帝要做这件事情，立志要把它做成功，他没有这个决心是不行的。那么这个底下呢，我再给大家讲啊，是我们在这个故宫博物院有个研究员叫刘伟女士啊，这也是我们这个国家文物局扬州培训中心的学儿啊，现在已经是研究员。她写了一本书叫《帝王与宫廷瓷器》，她在这本书里面，她有这么一段描述的，哎，这个是非常生动的。康熙27年，公元1688年，在宫中开始了不断试烧的艰苦历程。这句话呀，实际上写的还是这个非常客观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康熙27年这个开始烧造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22年施琅已经收复了台湾，后来是迁海令和斩海令，那么康熙29年以后的话，就基本上就整个对外贸易、海外贸易全部展开了。所以这个时候啊，这个康熙皇帝要试烧铜胎画珐琅这种工艺啊，这种可能性是大的可能性是大的。那我们现在去不管它啊，我们继续。康熙29年，公元1690年，为了加强管理，又增设笔帖式一人。这是一个笔帖式啊，是一个职务啊，是一个管理人员。以后又陆续增设技术和管理人员。康熙还责令当时在宫中的法国传教士叫马国贤和郎世宁独理试制，因为这个郎世宁大家都知道名气很大名气很大，他主要是作为宫廷画家，但是郎世宁不仅仅是画家，他还做了很多其他的一些事情。但是呢，他这个画呢，的确康熙皇帝很喜欢，雍正帝、乾隆帝都喜欢那么要烧制这种东西呢，希望更多的西洋画的东西能融入到中国画当中来，需
这样一些画家，而恰恰郎世宁的西洋画和中国画结合的是最好的一个人之一，所以郎世宁一直到最后还是死在北京的，而且也埋葬在北京，埋葬在北京。那么他这么一个人呢，康熙帝也责令他们，你们既然是这方面的专家，那么你们也应该参与进来，所以发挥其个人的专业技术水平来提高我们的烧制这个速度。康熙56年3月，公元1717年，传教士马国贤自圆明园的畅春园写信回国时说，皇上变得醉心于我们欧洲的珐琅画，这是他信里边写的，尽各种可能的将其介绍进宫中御场。就是康熙喜欢这个珐琅或者说珐琅彩这个东西已经是属于比较的痴迷的，如痴如醉。那么所以呢，他把他的喜好都介绍到这个宫中的所有的这些场合当中。由于从欧洲带回了在瓷器上绘画所用的各色料及数件大型珐琅器，使他相信可以做出某些物品某些物品康熙帝坚信我们能做到。这个康熙帝的这种决心就像我们现在对那个欧洲人、美国人卡我们的芯片一样，我们中国人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当年的康熙帝也是这样，有这种决心。他命令我和郎世宁以珐琅釉绘画，这个就是参与进来了参与用珐琅釉来画瓷器了。这是我们这个刘维女士在她这个《帝王与宫廷瓷器》当中就有这么一段描述由于珐琅彩瓷呢，它是吸收了铜胎画珐琅的这个装饰技法，在瓷质上这种质地上呢，用各种珐琅彩釉进行绘画，它和在铜胎上施彩的画珐琅之间，其实它有相当大的距离，这个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所以这种东西画好了以后要入窑，要烧结，需要多长时间，这个难度比较难把握。它跟这个铜胎画珐琅一样，铜胎画珐琅比如多长时间，到时间了，熄火然后把它晾凉，然后再进行打磨描金或者鎏金这件事物就成了。这瓷器不一样因为这个瓷器表面的温度是多少，烧过了会不会对瓷胎会产生影响，会对这个彩有影响，这个温度是很难把握的。不像我们现在高科技，这个800度、850度，用表设置一下，到这个温度就控制着这个温度就行了，不要再高了这样的话，这种成品率非常高。但是我们古人没有这种条件，没有这种技术，完全是靠自己的眼睛，靠自己的时间把握的准确率来掌控火候和烧造时间。我们现在有表，过去看日晷、子卯、子午什么时间来这么看的，所以就比较或者是几炷香这种来把握时间，这个难度非常大难度非常大。所以它这个放在窑里烧了以后，它这个烧结时间难掌握那么这样一来，珐琅彩瓷器的它这个烧制的工作进展它是非常的缓慢的，估计这种废品率非常高烧造一件成品，我相信康熙帝已经就非常开心非常开心，以至于康熙逝世前3年，康熙帝依然还要求这个法国的传教士返回欧洲的时候，一定要替他寻找最优秀的、经过专门训练的画珐琅的工人，而且特别强调的是，会烧炉的人，你不仅仅会画珐琅，而且要会烧炉，会把控时间的人。所以这个时候就发现，不仅仅要会画、会吹釉，而且还要会把控、会烧的人。那么这种
艰难的历程啊，经过了几十年的不懈努力。注意啊，我这要强调的是，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直到这个康熙59年，公元1720年，烧制成功。那么可想而知啊，我们康熙时期现在所收藏的这种若有康熙御制款的这种瓷器属于成功的，也只有几十件，也只有几十件。那么这个瓷器的烧造成功，了却了康熙帝执着坚持长达将近30年的夙愿呀。你想想，康熙做一件事，他这种持之以恒的这种毅力，这种坚守，终于得到了回报。30年，在一次招待罗马教皇克莱蒙的使者叫加禄这位人的盛大宴会上，康熙帝非常荣幸地向他展示了清宫造办处所制的数件画珐琅的彩瓷。康熙非常骄傲，非常高兴。这个时候，康熙帝离他逝世也只有3年不到的时间，年龄也大了。但是，他这种立志做一件事情的这种精神真是可嘉啊！这种既有铜胎画珐琅的端庄秀丽，又有瓷器清雅明丽的风采，这种艺术特征极其鲜明的艺术品，使全场宾客赞叹不已。这个真的是了不起真的是了不起。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康熙时期烧制的一些成功的作品。来，我们来看一下。请看一下这件东西这件东西呢，实际上是一件在永乐甜白釉的盏托上面加的彩。这个彩整体的绘画技法和绘画风格完全摒弃了西洋化的绘画技法，而采用了中国的这种写实化的技法来绘画的。这是刚才和我们讲的，在那个同时期的白釉碗上面若有大明弘治年制碗的那种使用的办法是一致的。但是刚才我讲的那些寄托款是我们地方的其他窑口仿制的珐琅彩器，而这一件东西呢，是我们清宫造办处从内库贮存的白釉瓷器当中挑选了一批白釉器，年代不限，是白釉的挑出来进行试验。这一件东西是在白釉上面加的珐琅彩，这件东西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成功之作刚才我们看到的一些其他地方窑烧造的珐琅彩，带有一些西洋化的这种绘画技法、装饰技法，那么它画出来的效果呢，不尽如人意。而这件清宫造办处用这个内库里的永乐成化白釉甜白釉上面加的这个珐琅彩，这件东西是我们看到的非常少的，也可能就是这一件仅存的这么一件白釉加珐琅的成功之作，非常漂亮这个雪白的这个釉上边用这种色彩加上去，红是红，蓝是蓝中间一个怒放的花卉。但是大家要注意
这个花卉实际上还是带有点西洋味道的，和我们中国的传统的这个花卉的技法呢还略有一些不同，尤其是在色彩的这个分布以及这个叶脉这种布局上面，和我们中国的还是略有一些不同以及这个斑岩上的这个折枝多少有一些西洋的味道在里边但是这个中间的这一块折枝的莲花，这个是完全是按照我们中国传统的技法来设计的图案，所以这件这个展托呢，应该是非常精美的一件作品它是用这个柠檬黄做地这个柠檬黄大家都知道的，这个代表了我们皇家的皇权之色的，这个皇家用这种颜色然后再加上这种花卉这种花是怒放的非常漂亮，非常的华丽，一看这就是皇家之气。我刚才看上去几个碗，就老是给你感觉有点晦气那种感觉，这种亮丽，这种华丽不是一般人可以比拟的非常漂亮这是我们看到的在白釉上加珐琅彩的一个案例我们再看看它的底款。这个的底款呢看得不太清晰不太清晰了。那么这个款呢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呢？请大家注意，这个款有点类似像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明初像这种展托底下都是沙底，而且明代的沙底和清代的沙底是有很大区别的。明代的沙底它的表面非常的粗糙，连我们紫砂的这个表面都比它要细腻的很多很多，而永乐的或者是明代早期的这种沙底非常粗糙，所以当他把这个双圈画上去以后，还有意识的在这个花圈的中间填白。大家注意了，看见没有？它里边的这个很细的这道圈变成了波浪的形状。为什么？因为它的表面不是很平滑的，很粗糙的，在炉里烘烤的时候，它自然的就发生了扭曲变化，所以它里边的这个圈就变得了歪歪扭扭，不完整。中间同样，大家注意用的是楷书康熙御制，用的是胭脂红，我们叫红料款那么这个也是可能也经过使用，所以底下的红料一个呢是本身呢上的不是特别厚，再加上使用以后呢有点缓慢不清这就是它的美中不足的地方。但是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唯一的一件，非常不容易非常不容易。好，我们再看第二件，这个瓶也是很漂亮，看见没有？用色地柠檬黄、蓝、绿构成的这个纹饰，这个纹饰总体来看呢，尽管我们说它这个造型是中国传统的但是纹饰呢多少还有点西化还是有点西化。但是难能可贵的就是在于这个东西的色彩非常的清晰亮丽就是非常漂亮，上面的纹饰线条都非常清晰，没有烧得一团糟。你看上面的柠檬黄上面还加了颜色，画成纹饰。这个中间似乎呢像一只蝙蝠，又像是蝴蝶，是吧？反正呢这种都属于一种变体的一种纹饰而且这个叶脉呢依然和刚才一样，带有一点西洋的一种变体的画法，就跟我们后来讲到乾隆的洋彩上面用的那个花卉和叶脉的画法是极其相类的极其相类的。所以这个也是这样我们看一下它底下的这个款很特殊这个款因为这个底是平底，所以呢我们看一下它底下这个底沙底呢，它直接用橐锯把它刻成一个单线的方框，而且是窝角的圆角的方框，底下刻上楷书康熙御制大家要注意
康熙的熙这个写法，这是个臣字，大臣的臣。旁边的一个治，大家要注意，它是橐距走了，走过了。我们看所有的康熙御制啊，是横线不过刀的，这个横线过刀了。啊，注意啊，这个是很特殊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们在康熙早期的珐琅彩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它款有很多写法啊，是由于在试制过程当中有很多地方呢可能没有顾及那么细，只是求这件东西能够很完美、很漂亮就好啊，并没有考虑那么细，所以很多枝节的地方呢就注意不到。那么我们今天作为一个研究者来讲，这些地方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地方啊，都应该考虑到。在鉴定的时候也会想到啊，康熙时期不仅仅有这个啊一横不过刀的，也有过刀的，这个臣字有木字的，也有臣字的啊，这些东西都要考虑，然后再综合考虑其他的因素。这样的话有助于我们有一个正确的结论啊。好，我们再来。啊，这个不用看了，这个不用看，这是个料的啊，这是个料的。我们再看下边，这是一个油盒啊，大家注意，这是个油盒啊，红地的啊油盒，这个像紫地啊，紫地的啊，上面同样画的是什么呢？这个画的呢是个蜀葵啊，蜀葵。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另一个面啊，这是个油盒。啊，这样就看得比较全了啊，看得有钱。这是个蜀葵啊，用蓝、柠檬黄啊，用胭脂红勾勒啊，然后有绿啊，大家注意一下，这是它的底部，圈足是平切的啊，中间留了一个方框，旁边的空间是用柠檬黄把它填补起来啊，中间的白康熙御制。注意刚才我讲的那个中间它不是臣字，是个木字，这个地方。一字不过刀，看见吧？这一横是不过刀的啊。这种呢，往往都是康熙时期比较多见的啊，比较多见的。那么这个是啊，我们要看的一件东西。那么再回过头来，再给大家讲一下，这是一个油盒啊。我们请大家注意造型，我们不仅仅讲珐琅彩，也要讲这个时代的风格。那么这个里边有两个地方要注意，刚才我前面讲到了，看见没有？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唇边啊。这个底下也形成一个唇边，干什么呢？这个边出现的现象就是我前面给大家讲的，它是有意识的留出一个唇边来，然后加珐琅彩，用它的厚度来填补啊，填平这个薄边，使它显得非常的圆润。但是很遗憾，这个唇呢，它底下的这个彩比较薄，所以这个唇边呢留的看起来就像个碗口的翻边一样，这个底下也是这样，没有把它弥合得很平啊，弥合得很平。所以这些地方都是我们可以借鉴的啊，在鉴定过程当中都可以看。那么这是我要讲的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造型。康熙，我们注意啊，康熙的这个油盒，一般来讲有两种，一个是上下对半，尤其以豇豆红为代表的是上下紫口对的啊，对半的，这个也是啊上下对半的，但是也有上面大底下小的。这种造型，那种造型民窑里边比较多见，啊，这个我们在讲究啊这个康熙时期造型的时候，尤其见到这个油盒啊，我们都要把它要有意识的关注一下。那么这种上大底小的这种油盒盖啊，往往比较厚、比较高，上面呢比较圆弧，注意圆弧。豇豆红的上下是对半的。盖面相对比较平，这一件也是如此，看见没有？这个底面相对是比较平的，这个上面的弧度是微微的有这么一个弧度，这个都是我们在鉴定这个时代东西的时候特别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啊！大家不要忽略了这些细节啊，忽略了这些细节。再看一下这个紫口，这个里边这个紫口和这个上面这一部分一定是色胎。我们叫反瓷，没有挂印，上面盖里边也是一样。这是什么呀？增加它的摩擦力，防止由于釉面光滑而脱落。啊，当时的
构思设想就是这样。所以这也成这个时代我们在鉴定瓷器时候的一个很微妙的、很细小的一个参考依据。这个我希望我们镜头前的朋友大家都要记住，我们再把这个底盒再看一遍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样的情况，大家注意，看见没有？注意这个底面是平切，但是在旋削的过程当中，这个底下是有悬痕的，一圈悬痕请大家注意，这在康熙时期在足端的足侧的悬痕过程当中都有这种现象。希望我们镜头前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这些细节因为有些东西我们平时不太注意我们在鉴定的过程当中，大家认真学习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这个细节。看见没有？很明显的一个悬劈痕而且这个地方给人一种感觉有一点像那种我们叫密林釉的感觉这块因为它是低温的里边呢多少含一点铅所以它多少有一点点像密林釉的感觉，有点清澈透明清澈透明。好，这一间我们就过去了。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要欣赏的以蓝做地的这种蓝色调，就是之前我们所讲的这种蓝很有可能是用铜做成色剂的，它和硼砂进行融合，在这个温度当中它不是呈绿色调，而是呈蓝色调。那么这种情况呢，我前面已经举过例子了，曾经讲到我们波斯陶在1000多年前就有这种做法。然后就是我们金元时期的这个建筑构件上有那种孔雀绿，以及我们这个池州窑孔雀绿底下褐彩的这种工艺，以及明宣德时期包括元代这个景德镇曾经用孔雀绿在瓷胎上加过这种彩的，这种彩直到今天它依然是用铜、石墨、牙硝，尤其是用铜做成色剂的。所以我们在讲这个化学元素的时候，为什么要给大家讲这个问题？为什么不讲它是钴蓝，而是讲它是用铜？非常有意思，因为它是低温的用这种硼来给它融合，它发出来的颜色不是绿色调，而是蓝色调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给大家一定要再强调一下。那么这件东西呢，上面落款落的是什么呢？万寿无疆。那么从这件图案上来看这件东西几乎就是彻头彻尾的我们中国的绘画图案了。而且这个年代一看，年代应该偏康熙59年、60年的东西了，偏晚了完全是中国特色。这个底下用胭脂红写康熙御制我再看一下，有一个这个图这个是什么呢？长春万寿长春万寿，这个图案还是比较少见的，它也是用蓝做地这个每一朵花的花心就形成了我们中国传统的那种开光或者开窗这种形式，利用中间的花茎、花瓣来衬托中间的这个字长春万寿。很显然这种东西是给康熙帝贺寿用的很显然这种东西这种可能性可能与他60大寿或者是怎么样不是60大寿，在位60年吧，我们这么说吧可能有些关系吧，反正是过生日用的万寿节用的东西。这个呢是在哪里呢？大家注意一下，这个以后我们朋友们，如果你们到大英博物馆去参观的话，看一下这个2个碗就在大英博物馆里陈列，它的物主很有可能就是帕西瓦勒、大卫德爵士这个就是中国文化基金会的大卫德爵士的收藏这个颜色都很漂亮。这个是画的绿果我们都欣赏一下这些东西康熙时期的作品。
这个呢，有一点点像我们当地的有一种花叫绣球花，啊，它的花呢就是很多的小花朵组成的一个整体的花，啊，它就是开成类似像这样，啊，类似像这样。那么我们看到这么多的东西啊，这个都是属于中国特色。那么这个底呢是用粉红做底，所以我们看这种颜色呀，是在明代没有的啊。刚才我们看到这么多颜色，没有一件是明代有的啊。这一件也是啊，这在拍卖场上出现了啊，拍卖场出现过，也是用粉红做底，然后呢，它的间隔之处是用玉兰花、用菊花啊把它间隔，然后开窗中间是什么呢？这个就是盛开的这个牡丹花啊，因为它这个叶子是牡丹的叶子，所以看起来呢就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华丽。那么再请大家注意，这个康熙的熙字啊，它是橙字写法，啊，橙字写法，所以我们一再给大家强调，它款是多样性的，啊，不是一种，啊，我们看到实物就知道了。那么这个珐琅彩呢，我们讲尽管颜色非常漂亮，也出现了色阶，啊，但是我们一定要强调的是，它的色阶和粉彩还是不能比拟的，啊，只有到了雍正时候的珐琅彩，才能够和雍正时期的粉彩进行一个比对，啊，才能媲美。所以康熙时期呢，很多地方呢，显然还是初创阶段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啊粉红地颜色呀，厚薄还不是特别的匀。中间的料彩的蓝色调堆得比较厚，它的色阶不是那么特别的多，只是白边沿上有那么一点点，红颜色也是如此，中间堆的都比较厚，中间过渡比较少。而这种东西大家一定要注意，康熙珐琅彩对粉彩的影响，我们以后可以挑出照片给大家看，它是巨大的。可以说很多地方就是照搬珐琅彩的依葫芦画瓢画下来，完全一致。你看这个菊花也是这样，啊，中间的白是直接描上去的，这个黄是直接在旁边画上，而且画得很厚，中间用淡淡的黄，所以它中间的色阶比较少，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件东西啊，这就是我们在拍卖市场上见到的啊，给大家再认真看一看。真的非常华丽，非常漂亮，啊，这件东西呢，当然价格我们就不去说它了，因为我们不是在研究价格，我们是在研究东西，啊，希望我们更多的朋友呢，主要是在研究如何去了解，如何去增长，如何去鉴定，这是我们所要做的一件头等大事。其他的我们以后可以再说。今天这个时间呢又到了啊，我们怎么说呢？依然还没有讲完，我们下一次啊，在讲座当中呢，再和大家来共同欣赏康熙珐琅彩。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再次谢谢大家，我们再见。